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5.04，收盘价是18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.50，最低价是在18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519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2 倍，略有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回档的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8日当日生成的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行的行进中，并且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，那成交量是略有量增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后续会继续下行。那目前呢，只能是等待止跌信号 K 线的出现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在183.5，那另外一个点位呢是在179。那第二个可能呢是在3月8日有可能会出现止跌，收盘在191。那实际在3月8日当日收盘价是在182，出现了下跌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实际发生的点位和我们预测的下跌的2个点，在我们预测的下跌的2个点位之间，走势也基本相同。那我们目前看现在的收盘价跌破了我们说的这个187到217的这样一个横盘区域，也就是跌破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支撑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股价也是会继续下跌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继续来说股价后续的下行。那么我们先把这个187的水平线删除，然后我们再把这条观察线也删除。我们来看股价现在的下行，对于3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62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162是股价最后一波起涨的 K 线，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股价如果下行在到达162之前我们说有2个支撑，重要的支撑，一个是在171到174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理由。我们来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也就是本周在周 K 线图下方是有一个支撑的，就是在20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172.5附近
屏幕上方靠中间的部分，对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周 K 线图当中的20均值和10均值也是在这个附近。我们会看屏幕的左上方是10均值是在171.8，对，20均值是在174附近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在本周这个地方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好。那我们回到日 K 线图，那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呢，在171到174之间，在这个区域是有支撑的。另外一个支撑就是对于3月9日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是在164，对，然后到162之间，这将是股价下行到达162之前的第二个支撑位。好，这是对于162。那如果162这个位置被跌破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。进入深度的回档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就是说建立一个下行的，就是确立空头的趋势。目前我们看股价的空头趋势是从2月15日来说的这个短期的头低底低的空头趋势。那股价一旦跌破了这个162呢，我们说将出现底低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对，所以162被跌破呢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继续下行的目标呢，我们再给出一个点位是在138，我们画一条水平线，然后来做解释。138，这是1月25日起涨的 K 线，我们会看到1月25日也是在之前股价出现上涨，然后在回档之后的一根起涨 K 线，所以股价一旦跌破了162，将会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。那当然我们会看到这个缺口将会成为强支撑。如果138被跌破呢，那我们说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101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反弹。那对于3月9日或者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它的目标将是198，或者叫在200关口，也就是说3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00.48，对，就是这条水平线。那站上这条水平线呢，我们说才能够瓦解目前的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到达200关口之前啊，各 K 线的最高还有各条均线值都将成为强压力。对，好，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00关口，瓦解空头趋势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将是211。211如果被重新站上，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是217。那站上217，股价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目前这条趋势线我们也不需要了，我们把它也删除。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定义一条趋势线，我们把这个头低的趋势线画出来，作为日后的观察。因为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想要重新转为多头呢，
一定要突破这条趋势线。好，那对于我们再给出对于3月9日我们要观察的位置，是我们给出我们画一条水平线是在174。174呢，我们说是股价继续下行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。如果这条水平线被跌破呢，我们说后续股价是很有可能测试162的。所以在3月9日，我们来关注174。如果股价出现了下行，174我们看看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分析的股价后续的上行叫下行和反弹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刚才我们把之前的水平线已经删除了哈。说对于3月8日股价已经跌破了187。那我们说目前无论持有任何的仓位，如果是短线操作，目前都应该是出场的。对，都应该是出场了。包括之前有获利的，我们之前说守停损的底线是在187，所以现在也应该是出场了。当然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是底线，我们还会有仓位，有可能我们的就是说每个人的操作习惯不一样，有可能早就获利了结了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。对于3月9日空头我们给的不是操作建议，我们只是讨论空头。那在3月8日依然是有空头进场加仓的。我们会看到在当日股价根本就没有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甚至在前低的这个位置就是空方的力量已经非常强了，就介入了。对，股价根本就没有反弹到5日均线值。所以在3月8日依然是有空单进场的。那对于3月9日，我们说开盘之后很有可能还会有空单进场，因为连续的3个红 K 包括在2月28日这个位置已经就是有空单进场了。这从2月28日开始一直都会有空单进场。那目前空单的目标就是174，是这个强支撑和下方的162。那么目前空单的回补位，我们说将由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出的200，那到了3月9日回补位由200会提升到194。对，好，这是空头的讨论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186到188之间。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93到194，这是第2个压力位。第3个压力位就是在199到200关口这个位置，那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也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第一个支撑是前低180，第2个支撑是174，第3个支撑是从我们说是，我们认为应该是从170，也就是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一直到162，这都是支撑，也就是强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3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下跌。如果是继续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
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82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1，收盘会收在172附近。那出现这样一个下跌的条件呢，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还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如果是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呢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76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84，收盘会收在181附近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出现大幅的下跌呢，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